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风光喵。今天是4月9号，澳洲关闭国境的第20天。昨天7名留学生因为聚餐被罚款了近5万人民币的新闻上了热搜。其实澳洲颁布这些禁令已经有1周的时间了，仅仅是维州警方上周就已经开了140多张罚单。从3月21号开始呢，澳洲政府就已经颁布了一层又一层的限制令。我们今天就用实问实答的方式来看一下，现在在澳洲究竟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可以做，这个限制令究竟限制了我们什么。澳洲现在有4个基本需求可以出行：一、出去买菜或者购买生活用品；二、锻炼身体；三、医疗需求；四、不可以进行远程的上班工作或者是念书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去参加葬礼或者是婚礼，婚礼最高人数限制是5人，葬礼最高人数限制是10人。除此之外呢，每个州对不同的详细条款会有不同的限制。如果你是去照顾你朋友，或者说是去给你朋友送物资是允许的，但是要注意一定的社交距离。如果你有非常重要的话，一定要当面跟你朋友说，那么要注意2人限定的条款。在新州和维州是不允许去探访或者说去朋友家玩或聚会的，发现是会被罚款的。在昆州的话其实是可以的，但是最多2人可以去朋友家里面聚会，要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，而且只能是家里面。你是可以去探望不住在一起的男女朋友的，但是一样你们也要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哦，所以你们不可以拥抱。你可以请保姆，前提是你有必要原因出门，或者说是你在家办公没有时间照顾孩子。政府现在是极度反对请爷爷奶奶来照顾孩子的。在新州和维州，如果你没有能力做这些事情是可以的，就比如说你是独居老人、怀孕了、残疾人，你是可以请清理工来你们家打扫卫生的。如果你们家 WiFi 坏了、水管漏水了、跳电了，也是可以请人来修理的。但是如果是请人来割草、砍树、清理泳池，会被认为是非必要活动，是不被允许的。但是在昆州就是 whatever 想来就来吧。而且在昆州，这些水管工、清理工都是不受2人限制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的朋友此时正在探访我，并且我们2个人有1.5米的社交距离，而这个时候我请的水管工、修理工都来我们家了，在昆州这个行为是合法的。现在是可以出门锻炼的，如果有私教的话可以继续，但是必须在室外，而且必须保持1.5米的社交距离。你可以在室外遛狗、跑步、做瑜伽、骑车，但是必须在家附近。开车去别的地方锻炼是不可以的，而且马上就要复活节了，警察会查得更严，所以想要去国家公园徒步，或者说想去海边散步的朋友，可能就要打消这个念头了。除非你是住在海边，或者说你住在国家公园里面。在维州不可以再学车了，在新州只可以教跟你住在一起的人开车。在昆州，你不可以为了想要去练车而去开车。如果你顺便要去买菜，因为买菜是必要出行嘛，你就可以教跟你住在一起的人开车。顺便提一句，在澳洲只要全派驾照满1年就可以教别人开车了。你可以搬家，也可以请搬家人员，但是一定要离搬运人员1.5米的社交距离。如果是自己搬家的话，就注意2人限制。在维州这些行为都是不可以的，在昆州和新州部分情况下是可以的。当然你不能开船去兜风，这也是不被允许的。你可以开船去买菜，或者说是去捕鱼，但是划船、钓鱼或者说高尔夫球这些算是体育锻炼，所以要遵循体育锻炼的规定，也就是必须要在家附近。那以上呢就是现在在澳洲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可以做，基本上就等同于除了必要出行以外都不可以出门了。其实这个政策对澳洲现在疫情控制是有很大的帮助的，至少现在来看，澳洲疫情的增长率已经下降了非常多了，比之前几百例的上涨好了很多，让人安心了很多，其实也是一件好事。所以我们会继续遵守规定，好好宅在家里面，也是保护好自己、保护好别人的一个好办法。那我们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，跟大家说再见啦，我们下一期 vlog 再见，拜拜。